诚意不过会，就没人能过会1/3。一个演员，一个人带来的品牌合作占到一整部剧广告投放的1/3以上。你觉得这是什么概念？这意味着这部剧如果没有他，招商收入直接砍掉30%起步。一个人顶一个部门。但今天这期视频，我不想只聊这个演员，虽然后面一定会聊到他。今天我真正想拆的是这个数字背后那套绝大多数观众根本不知道的行业机制。它有个名字，叫过会。你追了这么多年剧，骂了这么多年选角，夸了这么多年演技，但你有没有想过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一部剧从一个想法变成你手机屏幕上能看的东西，中间到底经历了什么？是谁在拍板？是谁在决定这个演员能上，那个演员不能上？这个事儿说起来有点微妙，因为这套东西行业内的人都懂，但从来没人公开系统的聊过。今天我试试好，先说你看到的那一层，表面上的过会是什么？说穿了就一句话，项目在平台内部过审。一个制片方有了剧本，写到一定程度，大纲有了，分级有了，导演定了，演员也初步谈了，把这些东西打包递交给平台。平台拿到之后，内部开评审会，评估这个项目值不值得投，投多少钱，给什么资源位，这听起来好像很正常，对吧？跟公司里报项目差不多，你写个方案，领导开会审批，批了就干，没批就改。但等等，如果你以为过会就是审剧本质量，那你想简单了，这就到了第二层，那些媒体没告诉你的东西。真实的过会，核心评估指标在过去这些年已经发生了一次非常微妙但非常关键的位移。以前，至少名义上，平台评审看的是剧本好不好，题材有没有市场，导演靠不靠谱，制作团队有没有经验。演员当然也看，但它是综合考量的一部分。现在呢，行业里有句话，说的直白倒有点扎心，马到什么样的演员，决定了我出多少钱。你品品这句话，它的意思是，在今天的内娱生态里，演员这个变量已经从综合考量因素之一变成了核心定价锚点。平台决定给一个项目投多少钱，很大程度上不是看你剧本写得多好，而是看你绑定了谁。不对，等一下，我重新说得准确一点，不是说剧本完全不重要了，而是在同等条件下，演员的商业能力成了那个决定性的砝码。你拿一个好剧本配一个没有招商能力的演员去过会，和拿一个还行的剧本配一个能单人扛招商的演员去过会，后者通过的概率大得多。这就引出了一个在行业内已经成型但外界很少听说的概念，单人过会。什么叫单人过会？翻译成人话就是一个项目能不能过平台的评审，光靠这一个演员的名字就够了，不用码2-3个流量凑一桌，不用找一堆老戏骨来背书，不需要任何附加条件，就一个名字往材料包里一写，平台那边就知道这个项目招商稳了。你想想看，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在平台和投资方的内部评级体系里，这个演员已经被打上了一个隐形标签，安全资产。有他在，品牌方敢投，招商团队有底气，平台能卖出价。说实话，读到这部分的时候，我愣了一下。因为这套逻辑虽然你在饭圈能零散听到一些，但当你把它系统地摊开来看，你会发现它其实是一套非常冷酷的商业分级制度。演员在这套体系里，本质上被当作金融产品来评级了。你的招商能力就是你的信用评分，你的过往项目数据就是你的征信报告。好，现在到第3层了，真正的问题在哪？先来一个 case study。我就用最近被谣言针对的诚意来说，最近有人传诚意4部戏过不了会。你第一反应可能是真的假的？但如果你听了前面我讲的那些行业逻辑，你应该马上意识到这个谣言的逻辑有多荒唐。我给你摆几个事实。第一，天地建心，诚意个人带来的品牌合作占到整部剧广告投放的1/3以上。开头那个数字就是从这来的。一个过不了会的演员能贡献1/3的招商。
这话你说出去，制片方和品牌方的笑出声来。第二，富山海开播即爆，长安24季登陆央视8套，优酷热度破万，全球190个地区同步上线。第三，连播3部剧全集有广。全集有广这4个字你可能觉得没什么，但在行业里这是一个非常硬的指标。它意味着从第1集到最后1集，每一集都有广告商愿意跟。不是开头几集有热度的时候凑个热闹，是从头跟到尾。这说明什么？说明品牌方对这部剧的商业表现有持续信心，而这个信心很大程度上是绑定在主演身上的。所以你把这些事实摆一起看，一个人撑起1/3的招商，连续作品全集有广，央视8套加优酷双平台加全球同步，你告诉我这叫过不了会？说白了，程毅在男演员里就是业内公认的单人过会保障级别的。这不是粉丝吹的，这是平台和投资方用真金白银投出来的结论啊。对了，我忘了，在说这个之前，得先说另一件事。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偏偏是过会这个概念成了谣言的重灾区？稍微跑个题，但这事儿跟今天聊的有关。在今天的内娱生态里，过会已经不只是一个行业术语了，它变成了一面照妖镜。粉丝和营销号把它拿来当武器，谁能单人过会变成了新的咖位鄙视链。能单人过会的演员站在链顶，需要组合马盘的在中间，过不了会的在底部。所以当有人想攻击一个站在行业顶端的演员时，他们用的武器一定是最高标准。你过不了会就相当于直接否定你的商业价值根基。你看这套攻击逻辑有多精密，先传过不了会否定商业能力，再配合商务合约自然周期更替的消息暗示商业价值下滑，最后设一个市场反馈不够理想的数据断章取义，3板斧连环下来，情绪上极具煽动性，但逻辑上完全不堪一击。我可能说错了，但根据目前的情况，我倾向于认为这种针对诚意的舆论不是偶然的个体行为，而是一种在饭圈博弈中已经成型的标签抹除战策略。对手想要做的不是证明自己行，而是让市场相信你不行。好吧，我知道我扯远了，拉回正题，现在到第4层。这一切意味着什么？我觉得过会这套机制本身其实暴露了内娱线在一个很深层的问题。当一个行业的项目评估体系越来越依赖单一指标演员的招商能力的时候，它实际上是在把巨大的权力集中到一个非常狭窄的维度上。剧本质量、导演水平、制作诚意，这些本来应该是核心竞争力的东西，在过会体系里反而变成了附加条件。这就导致了一个很吊诡的循环，有招商能力的演员永远有戏拍，有戏拍就能维持曝光度，有曝光度就能维持招商能力，形成正循环。而那些没有初始招商能力但可能演技出众的演员，可能连进入这个循环的机会都没有。但是话又说回来，你换个角度想，平台也不傻，他们为什么越来越依赖这个指标？因为市场太卷了，试错成本太高了。一部剧投资几个亿，你让我赌一个演技好但没市场验证的新人，对不起，赌不起。单人过会本质上是一种风险对冲机制，平台用演员的招商能力来锁定最低收益保障，这部分我还没找到足够可靠的信源来做定量分析，所以只是个人推测，你们自己判断。但我觉得这套逻辑在商业上是成立的，当市场不确定性增加的时候，所有人都会倾向于抱紧那些确定性最强的资产。诚意就是这样的资产，如果你把这个逻辑放到韩国去对比，会发现一个有意思的差异。韩国的影视评审体系虽然也看演员咖位，但编剧的权重要大得多。你看韩剧很多时候宣传的是金编剧新作，而不是某某主演。日本就更不一样了，制作委员会制度下，风险被多方分摊，对单一演员的依赖度天然就低。所以过会机制不是天经地义的行业规律，它是中国特定影视生态下的产物，平台主导，流量为王，广告模式驱动。在这套生态没有根本性改变之前，单人过会能力强的演员就会持续占据最高位。
说起这个，我突然想到，去年也有个类似的事。某位流量演员被传资源全面下滑，结果转头就官宣了2部大制作。当时的谣言和今天针对诚意的套路几乎一模一样。这种先黑后打脸的剧本在内娱已经上演了无数次了，但每次都有人上当。怎么说呢？有个细节我想深挖，但信息不够，就是平台内部的评级到底是怎么打分的？是有一个量化的模型，还是更多靠招商部门的经验判断？如果后续找到更多资料，我会在下期更新。好，回到最开始的问题，我开头给你扔了一个数字，1/3。一个演员占一整部剧招商收入的1/3以上，现在你应该理解这个数字的分量了。它不是一个孤立的数据，它是整个过会体系下一个演员商业价值的最直接证明。能做到这个级别的演员，在整个内娱男演员里一只手数得过来。所以当有人告诉你诚意过不了会的时候，你现在知道该怎么判断了。去看数据，看招商，看平台的真金白银。市场不会说谎，广告商更不会拿钱开玩笑。我的结论很简单，在当前内娱的过会体系下，诚意不仅能过会，而且是那种让平台安心，让品牌放心，让项目方省心的确定性资产。谣言改变不了评级，舆论也替代不了招商数据。最后说一句吧，在内娱这个大染缸里，能真正穿越周期的演员，靠的从来不是谁的声音大，而是谁的数据硬。诚意用一部接一部的作品，用每一次全集有广的成绩单，用1/3的招商占比，给出了他自己的答案。各位觉得呢？你对过会这套机制怎么看？是合理的商业逻辑，还是正在扼杀行业创造力？评论区聊聊。觉得今天这期长知识了的，点个赞关注一下，咱们下期接着拆内娱那些你不知道的行业规则。